大家好，我是美厨娘莉莉。糯米粉别只会用来包汤圆了，今天分享一个糯米粉的神仙吃法。往里边打入4个鸡蛋，不蒸不烙不油炸，出锅外酥里软，比蛋糕松软香甜还要好吃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200克糯米粉，把它放入大碗中。糯米粉呢，一定要选用水磨糯米粉，这样会更加的软糯好吃。先把糯米粉放一旁备用，接着再准备5个鸡蛋，把鸡蛋打入大碗中。这个大碗呢，一定要确保无水无油，提前用厨房纸巾把水汽给它擦干净，然后再把鸡蛋打入大碗中。全部打进来以后，再准备一个这样的勺子，用勺子把蛋黄舀出来，让蛋黄与蛋清分离。舀出的蛋黄把它放糯米粉的碗中。蛋黄全部舀出来以后，先放一旁备用，接着用保鲜膜把蛋清密封起来，放冰箱冷藏着备用。再往糯米粉的碗中加入130克纯牛奶，用蛋抽搅拌均匀，让糯米粉、蛋黄、纯牛奶完全混合在一起，顺着一个方向搅拌，尽量多搅拌一会，哪里有干糯米粉就往哪里搅拌，最后搅拌成这样细腻顺滑、无颗粒状的面糊。再往里边加入30克玉米油，继续用蛋抽搅拌均匀，让玉米油完全融入糯米面糊里，尽量多搅拌一会。最后搅拌成这样细腻顺滑、无颗粒状的面糊，提起蛋臭能滴落成一条线，像这样就可以先盖上保鲜膜密封起来，放一旁备用。现在再把蛋清取出来，加1勺白醋，去一下蛋腥味，用打蛋器低速打发，然后再慢慢的转中速打发。打发至蛋白出现这种大泡泡时，往里边加入20克白糖，继续用打蛋器打发，先用中速打发，再转高速打发。打发至泡泡变密集时，再加入20克白糖，继续用打蛋器中速打发。这一步呢，比较漫长，一定要耐心一些。打发至蛋白霜出现这种明显的纹路时，再加入20克白糖，继续用打蛋器打发。我们在打发蛋白霜的时候，糖呢一定要分次倒进来，分次加糖可以让糖更好的融入蛋白中。如果一次性加入所有的糖，糖可能会沉在底部，导致蛋白打发不均匀。其次，分次加糖有助于稳定蛋白的结构。在打发蛋白的过程中，糖可以增加蛋白的粘性和韧性，使蛋白更加的稳定，不易消泡。不同阶段加入糖，可以控制蛋白的打发程度。在第3次加入白糖以后呢，我们就要高速打发了，直到蛋白可以拉出一个小尖角，像这样就可以。蛋白也不能打发过度。然后再用铲子舀出1/3的蛋白霜，把它放入蛋黄糊的碗中，用铲子翻拌均匀，用铲子抄底翻拌起来，然后像炒菜一样给它翻拌均匀，千万不要顺着一个方向搅拌，那样会让蛋白消泡。搅拌均匀后，再把它全部倒入蛋白霜的碗中。再继续用铲子翻拌均匀，用刮刀抄底向上翻拌起来，
再像炒菜一样给它拌匀，让蛋白霜和蛋黄糊完全混合在一起。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，你还一直没有给我点小红心呢。一个小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但是对于我来说却高兴到睡不着觉。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最后搅拌成这样细腻顺滑的状态，用刮刀舀一勺面糊滴落下来，不能滴落成一条线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再准备一个量杯，在表面套上一个裱花袋，把面糊到裱花袋中，不用装太满，8分满就可以。然后再把收口处用皮筋系紧实了。接着准备一些这样的蛋糕模具，把做好的面糊挤入模具中，不用装太满，8分满。全部放进来以后，烤箱提前预热5分钟，把它放入烤箱下层，盖上盖子，用上下火170度烤30分钟。每家的烤箱脾气不同，烤的时间呢，根据烤箱的脾气来定。时间到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。哇，好香啊！一股蛋糕的香味扑鼻而来，像这样说明就烤熟了。再把它取出来，晾至不烫手的时候，给它倒扣脱模。默认文本看一下，地部光滑漂亮，造型也可可爱爱的。再把它装入盘中，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像这样非常好吃的糯米粉蛋糕就做好了。之前做的蛋糕都是用低筋面粉，对糯米粉还是第一次尝试，没想到也非常的好吃，口感比戚风蛋糕更绵软哦。制作原理呢，和普通蛋糕一样，只不过将低筋面粉换成了糯米粉，其他食材比例几乎无变化。口感 Q 弹，又甜又糯还松软，凉了之后再吃更加有风味哦。而且放凉了也不会变硬，也不会塌陷，孩子可喜欢吃啦。天天点名要吃，做法非常的简单，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